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出手机高手的惠普星14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职场观察节目《合伙吧少年》。大家好，我是汪聪，是首席交流官 CTO。大家好，我是首席操心官黄晓明。大家好，我是 CRO。首席耿直官乔欣。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希侃。今天啊，我们有这个8位年轻的职场人马上要进入职场实习了。那究竟是哪个企业会找这8位年轻人去实习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企业方的代表啦，让我们欢迎老乡鸡的创始人束从轩，有请束总。束从轩61岁，安徽老乡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艰苦创业40载，带领老乡鸡走向全国，开店1000多家。从养鸡大王到硬核老板，这位憨厚大叔会和年轻人产生什么碰撞呢？我是这个老乡鸡最具有就是养鸡观。养鸡观。对。这8个职场新人在老乡鸡经历了哪些故事？我们赶紧开始认识他们吧。哎呦，挺帅的，哇哦，哇！你好。好，请问你是？我是今天来实习的，我叫袁星辰。欢迎，行，你可以放这边。这边上2楼到会议室等待一下。好，谢谢。不客气。进来就开冰箱找吃的，真是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哎呀，老板，好了，溜了溜了。你好，我是今天来办理那个入职的。哦，这边请，行有吧？谢谢。我们在2楼会议室稍坐一下。好。这边是会议室。Hello， 你是第一个到的是吧？对，我是第一个到的。是随便坐吗？对，随便坐。那我坐你对面吧。欢迎来到面试的现场。我叫袁星辰。我叫音乐，你好。音乐，你好。你紧张吗？还好，但是一开始还好，一个人的时候还好，但是看到，这只是尴尬，不是紧张。你现在还在读大学还是？我马上大4。我马上大3了，是吗？高一些。对。你刚刚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我就转了转，熟悉一下这边。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音乐比较主动。女生一直在找话题。首先，你看到这边应该是一个会议室的布置。这边应该是一个茶水间，然后这下面应该是卫生间。
然后你想，它这还蛮有设计感，就跟我以为的那种办公区不太一样。你可以看看外面，阳光很好。Hello， 这个男生穿的还有一点实习的样子。我叫袁星辰。你好，我叫朱顺杰。你好。还有一位伙伴也在。Hello， 怎么这么正式？我叫音乐，因为看他握手了。我叫朱正杰。顺杰。OK。小朱。你大学毕业了吗？看起来像没毕业。我觉得看起来挺小的，就感觉像大学生。我95的。那你还挺有经验的，没有，可以向你学习。不用，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们是那个大学在读。你们学什么专业？我是数学和经济，数学。好厉害。也就数学好，其他靠你们了。我是工商管理，我酒店管理。我们还可以再聊点什么爱好啥的。其实我忘记了你叫什么。我叫袁星辰。星辰大海的星辰。是3个金，然后成功的成。好，就是 rich and successful。哇，你真自信啊！你都没有带包吗？没有。所以你就是带个人就可以来上班的那种。他带了脑子。哎呦，你们平时熬夜的吗？我一般12点前一定要睡觉。这么健康？对。我可能比较能熬。你是夜里面效率比较高。那可能有些人天生就不需要太多睡眠，我觉得像那个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他不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你是那种人吗？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这几天也就基本上每天睡3-4个小时，也不会觉得很累。哇哦，很敢说哎。我们应该整点什么活来恶搞一下。我们3个坐一排，假装是那个面试的时候，同学请坐在这边。你觉得我穿这样像面试官吗？像。说你他进来真的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他说欢迎来到面试。请你自我介绍一下。Hello。你好。你好，我是选手。你好，你也是选手吗？我们是面试官。抱歉，失敬。好，你可以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好的，好，那我好，坐这儿吧。好的。他信了，他好可爱。然后开始你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张浩宇，然后你们可以叫我 Troy， 然后也可以叫我戳。对，我是去年5月从 Temple University 毕业，很实在这个。然后主修的专业是传播学，然后我是今年3月份回到上海，然后之后入职了一家 C 广告公司，但我觉得就是感觉没有很适合我，就做了差不多2个多月吧，然后就离职了。对，再看新的机会。对，他好认真的在自我介绍，新的机会已经来了，你就已经来了，很高兴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其实不是面试官。这个男生好可爱，好骗啊！对啊，你觉得我们看起来像吗？所以每个人来人都这样玩一下吗？没有，他玩了我，但是我没有信。我们到2楼去稍作休息，小心台阶啊这边。好的，谢谢。上楼梯，慢点。演一下，我们演一下。他又开始了，他。完蛋，把我心都抢。Hello。你好。请坐，我们是今天的面试官。Hello。你好。你们不是面试官吧？有眼力哦。只有我信了。
会骗他吗？哪有这么多面试官？好。你好。好。Hello， 要不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司俊逸，对，俊俏俊，安逸的逸，司俊逸。名字很好听。你是什么专业的？经济学。OK。半个同专业。金融吗？我是经济和数学。好。你是哪里人啊？安徽。是吗？哎，那你不就是这个老乡鸡的故乡？对，老乡鸡的老乡。老乡鸡的老乡。你有很了解老乡鸡之前的一些业绩啊什么吗？没有，我也没有太了解，甚至我都没有吃过，所以就，你知道浙江都感觉不太有，没有听说过，说实话。好像有人来了。他感觉有点小心翼翼的。Hello。随便坐。拘谨，难得见到一个拘谨的。我们这还差一个小伙伴吗？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几个。来了，老弟们。Hello。我迟到了吗？是的。没有。所以大家就是都已经聊开了嘛，都认识了嘛。我们本身就是认识的。对。站着。Hello， 大家好，我叫艾丽亚，李路佳，你可以喊我老李，比较好记。对，然后要不要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他开始 Q 流程了。我的场这种。对。我叫张浩宇 ，Troy。等一下，你之前是不是在 California？ Yeah。我有你微信。Oh really？ 对呀。好，我们是不认识的。我叫朱顺杰。Hello， 你有花名或者是你想大家怎么叫你吗？顺杰哥。顺杰哥。好，谢谢。你好，我叫袁星辰，然后你可以喊我星辰。星辰大海的星辰吗？不是，是3个金的星和成功的成。你就不接我的梗？太自来熟了吧，这个女孩，太飞了。你是学什么？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学什么。我学电影的。我觉得就是今天第一次见面嘛，我们可能还有20几天的时间要一起相处。我觉得我其实比较好相处，但我工作起来非常严谨那种，而且我会非常凶。突然官方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就工作的时候发脾气归工作发，大家都可以把脾气跟情绪都发出来，大家之后就还是好朋友这样子。这个笑非暴力沟通。有老板加持。所以刚才有人过来跟我们讲说我们等一下要干嘛？甚至还有人吗？哦，不知道哎。好冷啊！好年轻。那边2个位置还是空的。大家好，我是董雪，是品牌体验中心的负责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喊我们董事长下来，然后大家请等一下，好吧？要不要给他拿个椅子啊？没事。这个8位职场新人全都登场了，谁是你最先 pick 的宝藏员工？很理解，因为他很开，然后他有创业精，他很飞，然后我又觉得他其实是有攻击性的，因为他上来就说我可能会发脾气，他一下能 hold 住，所以我还蛮看好他。
我觉得他进来之后一点都不怯，然后落落大方的，然后该开玩笑开玩笑，该了解了解。我觉得他进来效率很高。他那语气跟他是老板一样，都开始立规矩的那种感觉了。如果是我的话，作为一个90后，我可能会选择穿的会，保险一点，低调一点，都敢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有2把刷子，我关注一下你。对，我是很喜欢音乐的，是的，对，这个音乐很喜欢组织大家去聊些话题啊，属于女班长型。出自私人的，我觉得戳很可爱。那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学历对于这个职业生涯重要吗？学历只代表你的学生时代，到了职场以后啊，我认为这个排序重新开始。是的，学习力比你的学历更重要。是的。小明哥是北电毕业的嘛，你应该是从来没有因为学历自卑过，对不对？有，我觉得自己是误招的。因为我从进学校那一刻开始，说实话，就是家里人也曾经跟我说，就大家觉得演戏不是一个大家很看好的职业。我记得我第一部戏试了1个多月，最后导演才定的我。那当年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有过这种特别紧张的时候吗？我紧张，说实话，我直到大概4、5年前才真的学会拍戏不紧张。这几年可能经历的事情多了吧，突然整个人就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就开始在所有场合相对就比较放松。我上大学的时候算去拍戏，但就是那种很小的角色。到了那个剧组嘛，他不会教我，然后又是因为你是新人。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那个角色叫曼珠，我就会觉得很脆弱嘛，小女孩，17岁，我当时我每天就在走廊里面哭，第2天没我戏我就哭，我才知道原来眼睛能哭得像桃一样，就上面和下面就这个桃，中间这个缝儿。如果第2天有我戏，我就忍住，我就不哭，就是这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是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忐忑，我觉得可能跟刚入职场的打工人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对。Hello， 哎，老板来了。Hello， 欢迎。大家好。你看，果然还是有主动会站起来。Hello。这位是我们机场的厂长舒从轩。都敢这样。陆总好。请坐。大家好，见到你们呢，我非常的开心。之前我看了很多你们的简历，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我觉得你们照片基本上没怎么 P。太可爱了。袁星辰，你还是个干饭人是吧？那肯定的。能不能告诉我，你过去你觉得你吃最好的一餐是在哪里？其实我吃的最好的一餐是我外婆给我做的饭，然后她做的最好的是一道酱油蒸蛋。你现在会做吗？好问题。我现在还不会做那道菜，但我可以做别的菜给我的家人吃。交换文你是哈佛，现在在读这个研究生。在读研之前，我其实有3年都在上海这边工作，然后是在一家设计咨询公司，会服务这个500强的品牌。然后期间也是服务过一个跨国的餐饮连锁的一个品牌。那你从哈佛毕业，就是到老乡鸡这样一个名起来，你的考虑是什么样的？这问得好。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些品牌在树立这个自己的100年大计的一个阶段，然后能够参与到品牌的一些建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其实，他看起来相对比较成熟，所以他们思想上要比我们更加成熟。音乐，我觉得你那个是数学特别好，
对，不能说特别好吧，就是数学系的。数学小天才。对，因为我高中是搞数学竞赛的。竞赛还得了一个全球前5啊！太牛了，就是数学很好，这就很厉害了。对，算是一次考试中考得比较好吧，就女性排名中全球前1。好厉害！我想走。我呢，就人生经历会稍微的丰富一点。我现在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我同时也有是一个什么音乐制作人啊？也自己有几家酒吧在深圳，然后也开过网红店啊，开过夜店，开过餐吧，然后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个顾问团队，是专门给一些想要做餐饮行业的客户们去做一个整个全套的餐饮顾问这么一个服务。这一次我觉得这一个项目就非常适合我，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喜欢开旗舰店这种东西的，就是越大型的、越有噱头的，我就越爱搞，而且我最喜欢搞这种东西。哦，你能不能说一说你那个网吧？酒吧。那个叫什么？餐吧。我第一家店是130平，其实我的实用面积只有100平，然后我一个月能做到60-70万。啊，这还蛮棒。这样，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叫网红成为长红？我觉得餐饮行业已经上升到一个空间之间的一个竞赛。老乡鸡如果让我来做的话，一定要够魔性、够魔幻，才一定会有话题。好自我的发言，思维很跳脱，很喜欢玩起来。我希望大家这次可能更大胆一点，去尝试一些颠覆性的东西。对，我的想法跟老李有点差别。我觉得我们因为是做中式的，而且我们做的快餐，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这2个人是呛上了吗？就是学别人。我觉得我们就是把中餐的本味给做好。其实中餐有很多花样，比如说你鸡汤，我们可以加一点中药的元素进去，然后推出比如说什么夏季祛湿鸡汤，然后秋季养生鸡汤。就是你的产品可能是在某种变化上对消费者来说是改变的，但是它还是我们的传统产品。很好。挂脸哎。你还是蓝带大厨。对 ，respect。跟上面摄影机打招呼。接下来啊，我也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今年啊，已经61岁了。实际上，我的心理年龄啊，只有16岁。喜欢呢熬夜，喜欢追剧，偶尔呢也冲浪，别人都叫我呆萌大叔。将近40年了，我的工作呢就是养鸡卖蛋。正是因为啊，每一个消费者的支持，我们每一个员工的支持，老乡鸡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店了。今年来到了上海，我们在白玉兰呢要开一家旗舰店。好漂亮哦！我希望这个旗舰店，它是一家非常受顾客喜欢的店，是一家顾客体验非常好的店，也是一家呢非常酷的店。高兴了，这就戳到他点儿上了。它是为我们老乡鸡以及我们快餐行业要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趟出一个新的路子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选择一个青春合伙人。你将跟我们一起带着我们这个新的旗舰店走出国门，把我们这个店开到更远更大的一个地方。啊，创业的微笑露出来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他们跟老板的互动了，谁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周顺杰相对
就是他是一个务实派，所以有可能他做实际工作可能会更好一些。感觉他比较落地，比较踏实，会跟这个企业会稍微相近一些。但是其实我反而对那个音乐，我要在后面多看他。就我觉得音乐很聪明的是在哪儿？只有前几个人的时候，你看他是那个领导者，就他来组织大家；到后面有他就观察了。就我觉得他是在不同的这种人群里面在调整自己位置的一个人，就很聪明。祝总进来之后，他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非常礼貌。Hello，早上好。像我自己，其实我特别喜欢李姐的，我也喜欢老李。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就你看她跟老板沟通的时候，只有她去说的这些她过往的经验是能引起老板的兴趣的。对，他们对老板没有那种一上来怵的那个感觉。你看他们一点不拘谨，跟我呢距离还是很小，就跟他们是一样的，能够直接跟我对话。就经常老板然后会想要找你聊天，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找我聊天？我最近做错了什么？然后过去了之后，然后发现老板其实可能更多的希望跟你多沟通一下，然后多了解一下。那欣欣呢？欣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会是这种要直接跟老板说的吗？因为原来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有签公司嘛，然后当时我特别小，所以其实老板就像长辈一样，我就觉得我不能说真实的想法，因为会跟他的想法相冲，我可能会跟更亲近的工作人员去说，他再去传。那个老板其实就说，哎，那乔妹她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那她到底是怎么样？他就会琢磨我，他就会觉得。那我当时就也觉得，哎，那我没办法呀，那我不敢说呀，我害怕他会误会我呀，他又该不喜欢我了。但现在我自己有团队的时候呢，我就可能换位了，工作人员特别迂回的跟我说，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内耗，就我觉得是好麻烦。已经下班了，我们已经各自散去，但我还要躺在床上再琢磨一下他说的这个半个小时，我要总结一下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你还不如直接说，我就说能解决就解决，能办就办，这个事儿我不行就是不行。互相猜的话就特别累。对。输出太多了，我觉得咱们喝口水歇一下吧。每一滴农夫山泉呢，都来自于优质的天然水源，不要等渴了再喝水。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那里。哇哦！这么大空间啊，好漂亮哦！哇哦 ！Hello， 大家好。Hello。今天下午呢，我们会收到一个任务，就是对我们这个门店的定位进行一个调研，然后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上海做这家旗舰店？这是青春合伙人的第一个任务考核，实习生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调研报告。带教团会对他们的汇报进行考核，表现最好的2位实习生各获得1枚金牌，表现欠佳的2位各获得1枚铜牌，累计获得3枚铜牌的实习生将被淘汰。最后，累计金牌榜前3的实习生将获得青春合伙人入选资格。那时间非常紧，大家可以开始你们的工作了，期待你们的成果啊！好的，谢谢。我觉得那个 Gavin， 我们过来，我要不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分工去看不同的业态或不同楼层，然后这样子我们就节省时间，回去我们大家整合一下，看人群跟看这周边的这种，你看你说这个负1楼。就要看这边所有的餐厅、其他餐饮生意怎么样，什么样的人，然后旁边周围的业态是什么？因为周边的业态是会影响到本身这个店本身它吸引到的客群，把信息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自由活动说再去看想看的地方。那我们分组吧。分吧。4打4就直接两队人走吧。剪刀石头布一样的就一组吗？来吧，剪刀石头布。哦，很好，来，你们几个？3个了吗？你们4个，我们4个。OK， go。那我们干脆2点半回这边集合吧。3点要不？可以 ，go。我们直接上去吧，我们进。可以。这几家店是最重要的，而且主要现在也不是饭点了。如果不是饭点看，可能会更客观一点。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篇什么经济学的报告，说这种下沉式的广场基本都会做黄，就是下沉式其实不太利于开东西。这个设定其实还蛮像上海就典型的商圈的，就是你有写字楼，然后它也楼下的有购物、有吃餐饮的。各位伙伴们，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厂长想要看到每个人独立思考和调研的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汇报一定要以个人为单位，调研过程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加油，记得准时下午6点。那我们要不要先分头行动一下？可以啊。行，那我先往那边去。好。我打算去写字楼那边看一下。我再把后边逛一下，上去。我想回楼下再转一下。好，那我们先。过一会儿见。行，拜拜。你好，奶奶，可不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问您2个问题？帅哥，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请问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打车要走。不好意思，打扰了。不要。不行吗？你好，师傅，请问您有时间吗？现在？没有。可以。他的穿着就不像是会做社会调研的人。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像我在街上我就不敢。现在可能先去写字楼门口看一下这个大楼里的就是那些人的人像侧写吧，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年龄段，然后男女比例，然后大概每分钟能进出多少人，看一下人数，看一下人流量。好冷静啊！真是逻辑思维强的人。数学好就是这样。你好，能方便问几个问题吗？你在这里最常来的店是什么？就比较好奇，餐饮类的。你会觉得哪一家店你送的是最多的？就这里面这边的餐饮店，你平时最爱去哪一家？你会考虑一些中式快餐吗？会是吗？他这要问外卖哎，聪明。同样的街坊，真的。老李，肯定是老李。哎呀，理解，我就喜欢理解，开心了，美滋滋，太飞了。所以你们老板会选择这个商场，是有什么原因吗？他可能是不是来喝2杯才能跟服务员聊啊？很聪明哦。是年轻人群体多，还是家长带小朋友过来亲子的？一半一半吧。楼下马上要开一个老乡鸡的旗舰店，到时候可以来吃那个。你看没有，已经开始做广告了。所以干营销是一把手。想问一下，平时这边客流大概什么人群为主？那也就是平时周1到周5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吗？他们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餐饮模式？地铁口的话就那边一个，对吧？我想调查一下办公人群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向。差不多了，我要回去写报告了，不然我怕来不及了。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第一个回来的。不说第一个回来的。Hello， 回来了。Hello。哎，我觉得这个女孩的存在感好像一直低了一点。她比较文静哎，但人不可貌相，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是惠普电脑给大家配备的新14高性能轻薄本，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挑选。好薄好轻，随身携带应该也很方便。这个粉红色真挺漂亮的。哇，我也喜欢粉红色。还有张卡片。欢迎来到真实的职场，惠普新系列将陪伴你们在工作中持续思考，展示才华，探索出属于你们的成长之路。加油！谢谢惠普，我们一起加油。新14还有惠小薇语音助手，能语音设置消息提醒。小薇，我在呢。提醒我今天下午6点交报告哦。没问题，已为你设置了今天18点的提醒，交报告。听说新14的续航能力超强，快充30分钟就能充满50%的电，美观又实用，真是爱了。就你自己了吗？不
是采访路人，然后买了一个湿纸巾。我们这个是要评分的吗？评级的那种？不用吧？有点不必要。这太卷了吧？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宣扬一下？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反卷，对，反卷青年。就大家都不做 PPT 不就行了？就纯口讲，就反内卷。对，反卷。哦，他公放了。Let's go。Sorry， 有没有连上吗？太飞了。确实。今天我们将会颁布2枚金牌、2枚铜牌。他们现在知道有这个吗？不知道。如果累计获得3枚铜牌，就会被淘汰。哦 no， 有点残忍哦。获得3个铜牌就要淘汰了是吧？我想找开水机，开水是吗？对，哦，下面没有开水是吧？好像是没有，那个前台。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知道怎么把屏幕调亮一点吗？直接摁 F4就好了。为什么你的这么亮啊？我看我小明哥一个打字特别慢。我发现我的电脑中文也打不出来。我发现了，我现在已经在下输入法了。我很不会搞，如果你成功的话，能帮我下一个吗？好呀。你是这个问题吗？就比如说，对，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那我还跟你不一样，我是就不显示，你还显示。那我怎么做啊？我不能打中文。怎么办啊？可以呼叫一下技术部门。我能求助一下他们部门。Hello， 这边有电脑的技术部吗？稍等一下。没事。小问题不断，他。工作不易，月月叹气。他是干嘛？他这样是？你要找我们是吗？对，我是交换文。哦，交换文。我其实就想请教确认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查老乡鸡的这个愿景的时候，发现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可能最新的、比较准确的，一个版本。哎，他很聪明哎，直接的去问，而且还能给领导留下印象。我们现在的这个愿景就是铸就伟大民族品牌。那在上海，我们会想去巩固我们以前建立的这个心智，还是说我们想就是给上海第一次认识我们品牌的人一个全新的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叫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我们要坚持老乡鸡的基因。好，理解。OK。他看起来相对比较成熟，有的放矢，就是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点还是抓得很准的。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对。
我感觉他好像那种，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老师说不懂的问题，然后下课来问老师啊，然后老师就懂。他就是真的会去问的。他是真的会去问的。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老的职场上的人最大的不同，现在他会直接问你，老的都会绕来绕去。是的。我觉得有一群人就是我更愿意跟同事沟通，或者向同事求助，我不愿意向老板求助。可能我让他去问老板，会有点畏惧，对不对？你好，帅哥，我现在在做一个街头调研。我上班要迟到了。好无辜的眼神。新城怎么办啊？而且他上去就问了一个问题，别人还回了个不知道。也上来了，你看见没有？也上来求助了。你好，请问各位现在有时间吗？可以。大家好，我叫袁星辰，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第一个课题，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作为在老乡鸡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同事，大家对这件旗舰店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老乡鸡最在乎的是谁？顾客。对，我们应该做品牌和做餐饮，都是想要把顾客给照顾好。就是我可以在我现有的方向上再考虑一些顾客他们会想要的东西。对，是的。明白。行，谢谢。我觉得他很聪明，他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聪明。哇，他们的思路都很清奇啊，每个人点都不一样。很厉害。我还是准备先观察一下，看一下他们今天晚上的表现。新城又离开公司去调研了。帅哥你好，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开一家餐饮店，然后我现在想要做一些调研，这个是我们一个小礼品，你可以拿这个消毒。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老乡鸡，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品牌？不知道吗？新城太可爱了，就是可爱大男孩的状态。我还蛮喜欢这个男孩的。明白，就是它是一家中式快餐。好，谢谢。你这个还要吗？还要再给你。谢谢。哎，下雨了，今天真是运气不太好。什么都没问到，是不是？太挫败了，怎么办呀？这个。他越看别人进入状态，袁新城越紧张。他的那眼神，感觉要变成季军了，铜牌获得者。这个在这个里面选一下自己的选项。可以了，谢谢。哎，可以了，太好了。好了，争分夺秒的干。他没有成果，他会着急。哎呀，好替他担心啊！这个吗？你们有人做完了吗？那也太快了吧！大家准备怎么样了？还在准备。如果做完的可以提前发给我。感觉像考场哇！你们快做完了吗？还早呢。我刚修好电脑，你觉得呢？没做完的也要抓紧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了。天啊，只剩半个小时了，星辰有点要凉。哎，朱顺杰第一个是吗？哇，已经有人发给我了。谁第一个完成的？朱顺杰第一个发给我。哇哦！
有经验，他可能比较了解餐饮。戳戳好了，老李也好了。为什么你们都做这么快啊？我的天哪！还有5分钟时间。音乐还没好是吗？袁新成也没有。啊，新成怎么办呀？他来得及吗？还有2分钟，大家准备好了就可以上来，好吧？救命！你把时间分我一点。我已经扯不下去了，我都。新城数据没有。我们现在呢，先预判一下谁的汇报会比较出彩儿，好不好？其实我感觉有可能这一轮李路家会获胜。因为刚刚祝总一直说的就是上海这个店可能想打破常规，走一些新的东西、概念的东西。这所有人当中，唯一只有李路家有可能会是从老板们想要的路子去走的。其实我还是看好老李，因为他更多方面给我表现出了那种游刃有余，就很轻松自在的那种感觉。我是一直都看好李姐的，也许她能力很强，这个概念店对她来说已经做过无数个了，她不需要写，都在心里了，是吧？也许这样，因为有的人，我觉得真的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参差的，有的人就是那种我2个小时可以完成你6个小时的事情。袁新成，我怕他根本就没做完。音乐就是心很重，就是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其实，在调研阶段，音乐是有优势的，就它的维度可全面了，它是卡在了做 PPT 那儿。想知道谁是第一？Hello， 看到领导的 Hello 哎，随意也是会传染的。好，请坐。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是要立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人的发言就10分钟，不要超时。那谁准备好了，谁就可以做第一个。李姐上了，老李站起来。我估计顺杰搞不好是第一个。那我先来。好，你看见没有？顺杰真的是第一个。好，顺杰也是第一个发 PPT 给我的。那我开始了。我今天会从3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上海和其他1线城市比有什么不同之处。第2点是老乡鸡想通过开这家旗舰店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第3点呢是为什么不选择其他1线城市作为他开这家旗舰店的地址。上海的城市设计就是以商住结合为主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老乡鸡的主要客群是来自于住宅和办公场所。所以上海的这种城市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上海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对于中式快餐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老乡鸡不单单是要做中式快餐，而是要和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洋快餐进行 PK 的。但是呢，有报告显示，老乡鸡在年轻人中，它的被认识到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我觉得旗舰店呢，可以使1线城市中的年轻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品牌，有助于我们品牌的调性的重塑。它可以向顾客传递我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然后让顾客看到我的企业是有实力的，所以才能吸引到在座的各位。然后今天就是欢聚在这里，大家一起做 PPT。因为老乡鸡的中央厨房是在安徽的嘛，然后如果距离太远超过500公里的话，它的运输就会有困难，不有利于统一的菜品的质量管控。很快就抓住重点了，有经验，他可能比较了解餐饮吧。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是老乡鸡选择上海开设它旗舰店的原因。谢谢。我喜欢他的 PPT， 清晰而且很整洁。这里关于城市设计，上海市商住合一设计。第一个，这个观点和这个数据从哪来的？
问住了。哦，你说这个数据吗？这个数据从哪来的？这个数据是网上找的。是哪个网？是哪个官方发布的？哎呀，瞬间回答不上来了。OK， 好严厉啊！真是都被吓坏了。老李是不是轻敌了？老李都紧张了。是的，他在思考。下一个谁？那要不我先来。张浩宇第二个。首先可以看到，这是上海2020年来自某浪平台的，然后用户调研是239778人的一个收入调查。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4500到6000和6000到8000是上海排名第一排、排名第二人群的收入的一个工资。从某种点评的数据来源看，然后老乡鸡的平均单价围绕在36.5块左右。那这个单价其实是对于月收入在4500到6000和6000到8000的人相对来说是一个友好的客单价。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旗舰店从价格来说的话，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消费的城市。数据来源，他都会把很具体的这个数据来源标出来。说可以哎，好自信哦，他讲 PPT 的状态。OK， 这是 CBN Data 和口碑联合给出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我想问一下，打断了，我想问一下，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时候的数据？不会吧，又要问住了？2016年。我们现在是几年？所以在这一张 PPT 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数据太旧了，对。大家做的这些想法都会基于到我们未来的思考和我们要切实可行落地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去对待每一个数据。好恐怖。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刚刚应该是给到了你的一个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的数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给到我老乡鸡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分布门店分布数量的一个数据吗？我待会给你发一下吧。但是为什么你在这里用的是？我当时时间不多了，推这样子。对。这两个都不满意。下一个谁？音乐没准备好，好替他担心啊。新城也没准备好，萌萌也没准备好。那我来吧，对我来。军艺来了啊，军艺第3个。对，老李这个时候可是没有站出来哦。我呢，整体呢，我避开了一个数据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不管是今天我们与那个宣总在一起聊天，还是我今天下午的一个调研，然后呢，让我就是诞生了一个 slogan， 真的是突然脑子里出现了啊，就应宣而生，随机而潮。这就是我们董事长束从轩先生啊。哎呦，这个感觉有一点让人如沐春风啊。我觉得这种还是有意思，因为这个老乡鸡呢也是宣总创立，然后从而诞生的嘛。第二句话呢是一个我们的随机而生，然后这个机呢是代表3个意思啊，是机遇，是机智。第3个呢是潮机，因为这个鸡潮了嘛。其实，在你的这个如果是今天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想到这样的 slogan，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创造力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对于这个题目的这一块来讲有点偏了。还有吗？我可以做。好。萌萌来了，来看看萌萌的表现。大家好，我今天先讲一讲什么是旗舰店。旗舰店的定义其实就是最大、最丰富，我们企业最大、最丰富的那家店。我认为这个旗舰店是用来传递品牌形象和未来理念的一个名片。我定义上海为一个国际的出入口、出海口。比如说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我们在外边的时候，可能上学的时候吃的非常多的快餐，他们在国内可能大部分的首选都是会首先开在上海。既然对他们这些来说，上海是一个入海口，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上海作为一个出海口？上海的外籍人数和占比其实是相对于别的2线城市或者是新1线城市更多的。然后呢，我们在外籍人这个有点紧张啊，声音有点虚，有点抖。占比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吃到，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是老乡鸡。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可能个人之后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打造成一个老乡鸡和上海一个双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我们选择了上海。大概是这样。双向选择这个点还挺好的啊。他这样如果这样表达，会让人没有那么幸福，对不对？还是就他自己的状态就不够自信。我觉得你可以再自信一些，说话的声音可以大一点，以及你可以面对着观众去说你的一些观点，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些观点是有你的思考深度的。但如果说你不能很自信地说出来，可能听众会走神，会没有办法进入你的思考里，会一笔带过你的想法。下一个谁？我先。那对。好，我们音乐来了。他时间最紧，时间不够。因为我是数学专业的嘛，然后刚刚很多小伙伴都会问我，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跟数学很相关的一个演讲？然后我想说，我觉得短时间内确实获取一些真实的数据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我学这个专业也会知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做一个更以情动人的演讲吧。那么根据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老乡鸡要在上海开旗舰店？我把它分割成了2个部分，第一个是为什么开旗舰店，第二个是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它逻辑很清晰。因为我发现刚刚演讲的同学可能第一个问题的会比较少一点，就直接跳到了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为什么觉得老乡鸡会选择上海开这家旗舰店？老乡鸡开了这么一家店。但是我觉得，首先为什么开旗舰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旗舰店在英文中就是 flagship store， 其实这个词在英语文化中没有很经常的被运用，但是在中国，旗舰店的公信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淘宝搜一个自己想要的物品，至少我是毫不犹豫的会点进那个什么什么旗舰店，而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店铺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已有的公信力去塑造我们一个品牌的公信力，非常理性。第二点，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刚刚同学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一笔带过。从经济学角度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有一个供给需求的理论，其中有3点，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供给者、最有创意的供给方和最了解情况的需求方。学霸的视角来了。刚刚的同学也举例了上海探店的数据是非常高的，然后从安徽到上海，刚刚有同学提到了是一个不超过500公里的供应链。他一直在引用，他把它们都综合了，他更严谨。对。我觉得在上海，我们已经有这个土壤，有了很了解情况、很了解达人文化、网红文化的需求方，所以我觉得上海确实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然后第3点就是我今天去实地考察的总结，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实地考察的话，我刚这说的这些话也只是通过我原来的经历嘛。我特地去看了一下，白玉兰广场1楼到底有哪些店面。然后我发现多的是一些西餐的高档品牌，然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中餐品牌不能进1楼呢？我猜测可能是一些商场他们不愿意把1楼最好的位置租给一些中餐的快餐品牌，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民众需要改变观念，我们需要改变观念，也是要说服商场去改变他的观念。因为根据经济学的纳什均衡的话，老乡鸡注定会跟很多快餐品牌竞品开在一起。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呢？我们就是要找到下一个风口存在，才能把我们老乡鸡的文化、老乡鸡的产品、老乡鸡的故事推广到全中国去。甚至是全世界去，谢谢大家。哦，太棒了！我都想为他点赞。哎呀，音乐好厉害啊！他这时间最短，真的不错。他没有废话，就是他把别人提过的东西直接说，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跟他甜美的裙子真的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不可貌相。学数学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
能让老李夸赞不容易啊。其实他的时间比我们所有人都短的，而且他其实回来的也没有很早，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能在这样的时间内，然后用这么漂亮的一个模式，然后以这么专业的一个方式，并且做出来这么多详细的内容，我真的觉得很牛，对。你看月这个，我们这2位老将挑刺王都挑不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棒，很好。加油！加油！新晨那个眼神儿，紧张死了，更紧张了。主要是会产生一个对比，就很难受。弄过来吧。交换文上来了。我特别去又了解了一下，那其实老乡鸡最新的一个自己品牌的一个愿景叫做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因为上海是一个非常难取悦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就更有机会能让世界去喜爱。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其实最主要的客群还是周1到周5的工作午餐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今天上海的这座城市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让我们去探索新的人群，让我们去探索新的场景，同时重新建立这个用户的心智。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还能这样？文学生。这是我对老乡鸡有可能去站稳脚跟，但是同时又去做新的尝试的一个思考。我认识一个餐厅，它看起来有点酷，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温暖的人。他记得我常吃的菜，有时也会鼓励我去试一试新的菜。他知道我的饭量，会提醒我均衡的搭配，也会提醒我多点了浪费。哎呦，还单压嘞！我顾不上吃饭时，他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给我。我不舒服的时候，他那里总有熬好的汤。餐饮的文化和它的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当我饿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当我临近饭点还不知道吃什么好，我会想到他；当我有想吃的菜，我可以告诉他；当被问起在上海过得怎么样，我会说我的生活很幸福。谢谢。情感挂的，情感挂的。为什么想哭的？有点。来了个诗歌朗诵。对。说的我好窝心啊！有些不说话的人，其实背后也是还是有点能力的。那我觉得你能够去从一个愿景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要给你点个赞的。感情牌打的挺会打呀，小伙子。星辰怎么办呀？天哪！下一个谁？老李变了，老李变了。你上，我上 ，OK。哎呦，新城，新城加油！好为他担心。可能各位听众听了很多演讲之后，我想设计一些互动的环节，然后大家都参与进我的这个演讲。就是说，我想开设一个袁老师小课堂，剑走偏锋。然后我现在想选3名课代表，1名地理课代表，1名语文课代表和1名数学课代表。我可以自告奋勇做地理课代表，然后有没有小伙伴想要当语文课代表？过来吧，好不好？好。大家还挺配合他，好可爱。然后数学课代表的话，我想请音乐同学作为数学小天才来代表我们的能力。我想请在座各位说出自己的家乡是哪里，然后我会说你们家乡可能会有什么代表菜。我用我家乡话来说，南京。哦，我也是南京人，那必然是鸭血粉丝汤。老乡。肃重。吐鲁番。吐鲁番，我记得小学课文当中有学过，吐鲁番的葡萄很好吃。菜米，葡萄干，作为饭后的甜点。这个孩子，或者主食都可以。馕，新疆的馕很好吃。
恭喜你。那么这个游戏我想说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老乡鸡目前的品牌定位是好吃健康。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饭店协会分别发布中国快餐排行榜，老乡鸡位列中式快餐全国榜。自2021年正式开始布局全国，目前在全国拥有1000多家店，但是整体的受众市场还是比较局限的。所以说，我认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上海是一座人口多样化的大城市，这个原因造就我们可以把这家旗舰店作为我们新产品和新的营销的试金石，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样本以及样本的多样性。那么如果说我们寻找到了一些成功的新的产品、成功的新的营销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全国1000多家的直营门店。那么现在我想请语文课代表来做我们的第2个挑战，那就是针对这个句子，我给你15秒钟的时间，即兴造句，你要说服我啊，这碗鸡汤真好喝，你也应该尝一尝。这碗鸡汤是奶奶做的那一碗。这不是他的 PPT 吗？奶奶让你喝汤，你不听吗？对，这个很好，就利用了家文化当中长辈的一个权威性。还有3分钟。好，这个就是想引出我的第2点，利用这个新的旗舰店，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就是与我们的消费者具体深入沟通交流，传递我们的品牌价值，以达到一个提升公司品牌周期与品牌文化认同度的效果。那么最后一节课就是我们的数学课，我想请伯克利的数学天才来计算这一道题目。目前中国所有餐饮业的规模是4万亿人民币，预期每年10%的增长率。那么如果假设5年之后，连锁餐饮在这个市场里面占有率是20%，我们这个5年之后连锁餐饮业的规模是多少？哎呀，我说1.3吗？1.3万亿，这个数字很大。如果说中国连锁餐饮放到世界上当一个国家的话，它能够排在第50名。所以我们的时间到。好，不好意思。哎，这是唯一一个规定时间没讲完的。你在整个方案里面，星辰，你觉得最满意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是最后一点，我没有讲到的一点就是，这好聪明，能再给他讲完。抖机灵，是不是能再给他个3分钟时间？我只要1分钟就够了。我觉得可以。好，不好意思，浪费大家时间。那么我回到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可以利用旗舰店带来的流量，强调公司的特殊优势，以在整个行业当中乘风破浪。最后再总结一下我认为的主要3个原因：第一，触达更多的消费者；第2，讲好品牌故事；第3，强调差异化，从而从餐饮行业脱颖而出。谢谢大家。新城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特别让人惊喜。他很招人喜欢，他很会抓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你接受他的观点。他没准备充足，但是不让你看出来，他能侃侃而谈，他很厉害。心理素质也很好哎。下一个是李总来了，李总，老李来了，最后一位了。对，最后的希望都在你这里。好期待。来吧，大家好，我是李路佳，然后我是个野路子啊，所以我的演讲可能会跟大家也不太一样 ，PPT 也不太一样。我今天也有做一些调研，本身广场就是以前浦西的第1高楼，也是北外滩首座大型商业综合体，那有多样的多元化的这个业态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没有毛病，没有毛病的，选的不错，是不是？下面的3个绿色的板块是在基于需要去达到这3个目的上，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引发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去一个旗舰店是为什么？是为了一个敬畏心。
那为什么我要把敬畏心这3个字放到旗舰店的核心里来讲呢？想象一下，今天你去的是一家旗舰店，你不是去随便一家门店，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感觉是会一样的吗？不是，我去的是一家旗舰店，它为什么敢叫旗舰店？它一定跟别的店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够到这家旗舰店之后发现 ，OK， 这是一家旗舰店，但是它不只是一家旗舰店。那这2个 slogan 就很好的回答了刚才这位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做旗舰店创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创新新的一些 idea？ 最后呢，我想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今天听下来，各位小伙伴们就是都非常让我刮目相看。有机会跟大家一起8个人聚在这儿，然后把这个品牌做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店开起来，这就是我今天希望最后发言的目的，因为我想给大家动员一下，就是上海我们来了，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野路子真的是野路子。李总是做总结性发言的，没什么干货，他没做什么方案，其实。第一，先肯定了你们选址没错啊。对，第二就是大家加油，好好干。哦，我有一点点问题。这2个人是呛上了吗？来，我要呛他。你的意思是这4块都有可能是老乡鸡的潜在客群是吗？这4个是我今天在那边做调研，然后我能够知道的人群。但是他们4个都是你觉得是对于老乡鸡来说是潜在客群是吗？应该是吧。如果我们够努力，所有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归类为老乡鸡的潜在人群，就是感觉有点牵强，是不是？对。我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我可能觉得，我写都写了，对吧？我同意。针对你的整个的这个 PPT， 其实我的一个感受是，一开始的这个话题很吸引眼球，然后整个的结尾很有感召力。但是在中间，我有一度不知道你想在表达什么，想说什么。你的思考的深度是不够的。是。而且我讲话有点快，有时候就是讲，我自己都可能卡在我刚刚讲的太快，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接下去。并不是说它中间太快，而是我们是不是能跟得上。OK， 谢谢。谢谢大家。OK， 那所有人的汇报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在下面等一下，然后我们几位会就大家刚刚的表现做一个简短的讨论。好，待会会给大家讲结果啊。加油！加油！谢谢。确实是表现的都不错啊，真的非常值得鼓励。但是看他们讲的口干舌燥、慷慨激昂的，我特别想给他们递上一瓶农夫山泉，润润嗓子、缓缓神儿，顺便还能补充点矿物元素。还有点甜呢。这8位曲目都放了，一开始大家都比较看好那个李路家嘛，老李，但实际的结果呢？因为那个老李他是最容易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他很聪明，但是其实他不够认真和踏实。但袁新成真的很让人惊喜哎，因为他前面真的是你一开始根本没看出来。其实你看朱顺杰跟张浩宇都是一个自信满满的状态，但是都被批评了。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队任务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如果我们成功点亮5枚金牌，就能获得1枚万能 offer。这个 offer 我们想给谁就给谁。舒总，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认为这个金牌人选写在板子上。哎呦，这大家都毫无疑问的觉得，但是我喜欢他，不一定领导也喜欢他。好，来，我们一起亮啊！哇，大家都选的是音乐。音乐就不用讲了吧，因为他的实力实在是太突出了。其实我就对音乐特别有印象，但我自己个人又比较喜欢戳戳，所以我就他好像被 diss 了。
第二个呢？对，然后新城，对，因为新城其实给到我的惊喜是最多的，而且他也是场中唯一一个就是能超时，然后并且老板也肯给他机会，然后说再多给他一些时间的。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吸引人，他数据没有收集完成，他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去讲，对，所以我给他。新城确实给了我们惊喜，但新城在这里边，我觉得有2样。第一样，他确实没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 PPT。第二，他说的都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当然，他说的很厉害，是因为他当中的品牌故事其实是包括了换文的一些和音乐的一些东西，但是他说的稍微的空了一点点。比较务实的是这2个人，就是一个是从数据说话，一个是从品牌故事。我觉得这2个是比较打动人的。哎，你还真别说，我觉得小明哥说的有道理啊。那我们统一了，对吧？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就是音乐和交换文。我们能预测成功吗？我们能成功点亮首盏金牌吗？我感觉李姐要有个铜牌了。你看每个人的小表情。老李7人下来了，我觉得老李其实是有这种挫败感的。Oh my god！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研究生？我大3。我的天，大3都这样子了，我天哪！没有，你看起来真的挺像，我还以为你跟我不是，我不是说长得，我是说你这个能力，我真的是瞬间觉得我后生可畏，真的太可畏了，太可畏了。我们应该退休了。首先呢，今天他们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做出来这些，这是挺好的。但同时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规则的守时上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会议开始时间通知是6点，但是大家都是6点02分才到的，已经6点了。而且有那从众心理，要晚大家一块儿晚。那我在这站着吧。对，我说懒散是会传染的。所以，在第1天，我觉得整体在这个板块表现差强人意。我感觉他们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这次的作业。铜牌其实我想给李路佳和司俊逸，对于这个课题的理解，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我很担心他在接下来，他知不知道他该去做什么事情。司俊逸他因为他跑题了嘛，但他挺有创造力的，是吧？那我觉得可能不太 OK 的就是张浩文，确实是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错误、严谨性。张浩宇不光是你们讲的他引用的数据不够严谨，同时呢有没有看他这个思路是一种正规正矩？对，没有亮点。金牌呢，音乐的确给到我很大的惊喜，因为他在上午的时候并没有说太多，但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不管是从表达，还是从逻辑性，还是从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思考，都很深刻。音乐确实是整个的逻辑思路非常的清晰，我觉得他还是也是有一些深度和一些这个分享的，也是比较凸显的一位吧。我觉得袁新辰也很棒。完了，是新城还是换文？袁新辰呢，是从整个互动方式，包括他其实分享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内涵的。袁新辰的立意，它的框架结构还是很完善的，他的那3个点抓得很稳。从内容上相对来讲凸显一点点的交换文，他能够去从这个愿景、民族等于世界，我觉得这些角度去考虑问题，包括是说我们未来旗舰店的新场景，我觉得在这个思考上面来讲还是挺不错的。他的那一段文字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能够看到呢，他对于旗舰店这个事情的理解，我觉得他的观点、他的角度是最好的。他们是要讨论这么久吗？
好紧张，他们在讨论啥？不知道。来了。今天汇报的成果呢，接下来会用比较简单的一个评估方式告诉大家做的怎么样，那就是评价金和铜。我们今天呢会有2金2铜。那金铜呢，也是平时老乡鸡在正常的评估当中会用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样大家也会比较简单和直观的看到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如果累积3枚铜牌的人就会提前离开，3枚铜牌就 out 了。啊，如果累积金牌最多的前3名，就有机会成为青春合伙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厂长来公布一下今天的金铜结果。从今天来看，大家还是非常努力啊，每一个人都充分进行了发挥。相比较来说，啊，我们认为今天铜牌啊要发给谁？突然脑子里出现了啊，就应宣而生，随机而潮。我觉得他的整个对于这个题目的这一块来讲有点偏了。想象一下，今天你去的是一家旗舰店，你不是去随便一家门店，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感觉是会一样的吗？到了这家旗舰店之后，发现 OK， 这是一家旗舰店，但是它不只是一家旗舰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我想问一下，那是什么时候的数据2016年。我们现在是几年？所以在这一张 PPT 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数据太旧了，对。第1枚的铜牌是施俊义。我们给你出的题目是一个鸡，你偏偏说了一个鸭。第2枚的铜牌是张浩宇。哦，说错，不好意思啊。而且还给过他数据。主要是你这一次数据啊，来源不够准确，而且呢，我们感觉思维上正规正矩。哦，老李居然没有哎。老李逃过一劫。李路家呢，我们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胆子大，敢出证券。当然，他也提出我们怎么长红，以后还会来，我们怎么把产品质量做好。就你的思路呢，我们也看了，还是有一点亮点啊。下面呢，我再宣布一下今天第1枚的金牌。我们可以利用旗舰店带来的流量，强调公司的特殊优势，以在整个行业当中乘风破浪。老乡鸡最新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愿景叫做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我们就是要找到下一个风口，才能把我们老乡鸡的文化、老乡鸡的产品、老乡鸡的故事推广到全中国去，甚至是全世界去。哦，太棒了！音乐应该稳了。音乐稳了。今天的金牌第1枚的金牌就发给了音乐。哇！谢谢。那么下面我再宣布第2枚金牌是晃晃。交换文。哦，小瑞哥猜对了，小瑞哥好厉害。我一手汗。老板果然是老板，老板懂老板。交换文。我们几位啊都认为袁金城今天的表现非常棒，啊，以这不一样的形式来表现。你主要是什么呢？就时间把控。今天啊还是我的责任，
耽误了的时间，否则的话，你有望能争取这个金牌。来，音乐，这个是金牌。好，谢谢。恭喜你啊！谢谢谢谢。交换文。好。哎呀，我觉得失落最大的应该是老李吧。哇，他们还要写在这里。哇哦，奖罚机制。我车上不想讲话，只想睡觉。不要哭啊，戳戳。恭喜恭喜，我们成功点亮了首盏金牌灯！不愧是我们，不愧是我们。通过这一天的观察，对于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状态有没有什么新的认知？我觉得我好羡慕他们，就是可以能够很轻松的去表达自我和跟别人接触。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的事情啊！我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砺，到了大概40岁左右，我才学会让自己放松，啊，敢于去放下，然后认知自我，去跟别人交流。所以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这一点。他们特别的勇敢，勇敢去表达，然后勇敢去做自己。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他们在入职场的时候，他们会更直接，无论是去直接找老板沟通也好，还是直接说出自己想干嘛也好，就是他们好像心里没那么多顾虑和顾忌，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职场规则。但我现在感觉他们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着急的去表现自己，他们反而就是做事情还是蛮有规则的，然后也不会让我觉得，哎，是不是很年轻会很毛躁、急功近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想象中成熟一些。来吧，来吧，这边。刚刚在我们总部呢，薛总已经发布了这2天的任务，对吧？那我要颁布一下明天的任务。在老乡鸡有一个传统，所有在老乡鸡工作的员工都要经过门店的所有岗位。8位实习生自由2组队，分别前往4家门店进行岗位实习，进一步了解餐饮企业经营细节。他们需要在2天时间内通过岗位考核，并完成如何提高该店区域竞争力的调研报告。他们将会如何组队呢？然后，那我刚才也顺便把我们4家门店的信息带了过来，我们再好好的研究一下。我想要音乐跟星辰。我觉得音乐一定是被动等别人选，因为他厉害。但是你要跟音乐组在一起，就突出不了自己。对，有利有弊。我猜是2个最强的人。我也想看两金牌，强强联手。对，就是有可能是音乐跟焕文，或者音乐跟星辰，我猜啊。哎，我觉得他很期待看老李能不能快速调整回他自信的状态。我就怕他颓了，他刚被拍了，然后看他还能不能那个领导那劲儿又出来。就是同事之间未必会想要跟他一组，我觉得他有点性格太强。我们先分组还是怎样？又开始了。要不先说自己的个人优劣势，然后再决定。好，可以。我个人的一个可能强势是在于敢去采访，而且我采访的问题会是，就是感觉像是准备好的问题一样，但是临场发挥。我特别想选
说我们的南京东路是吧？因为它这里主流的一个人群都是一些旅客，或者说一些想出去一些玩或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对比较想去选这个南京东路。我一开始也是有意向选南京东路，因为我就看了这4个地点以后，南京东路算是我比较就是最有意向选的一个，因为南京东路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去过挺多次的，然后我也知道那边人流量也很大，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蛮感兴趣的。就我逻辑，你知道我以前也是理科生吗？套近乎开始，不知道。哦，对了，你确实不知道。不过我以前确实理科生，我数学也还行，但是我到了大学就不学了，我后面就开始学什么 communication 啊、creative 这种东西。对，而且我面试了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说我喜欢什么就是偏艺术点的东西。戳戳很想跟音乐一组，对吧？然后对你们，就看谁是主动能先去找他的人。不要觉得我会拖后腿，我感觉我们俩在争他，有没有这种感觉？做一个选择吧。没有，他还没有说要选谁，没有，我开玩笑了，我不能给自己挖坑，不能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你也说的挺有道理，就是2个人互补，所以我在想，要不你们就。还是你们2个去南京东路？你们2个去南京东路？哎，我们俩俩铜牌是不是？别2个铜，我们俩真是一路向东就回不来。不是，我们两个铜牌选手。听不得用听过没？老李的状态快要回来了。那不这样吧，你们俩现在就是以随机的方式，然后下一次无论2个人还是3个人，我就一定选另外1个人，要否则就很难选，你知道吗？快，然后一会儿第3个人加入战斗了，我也想选他，我也想选他。你看，我开玩笑，少来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里面打工当店员，所以你要找一个人是能够辅助你，不是说我们出来做 PPT， 然后大家谁分配谁讲哪句话怎么样。对，我的理由就很简单，就是我跟他东西很搭，然后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岌岌可危。他其实心里已经有倾向，我觉得。俊逸对吗？他好高冷啊。我选戳戳。我反正欠你一个 PPT， 帮你做了。我反正无论如何我都想去火车站。我的说法是，我觉得火车站跟别的商圈其实不太一样，它的人流，它的一些竞争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想去做，我想去了解这方面。你也想去火车站？哦，是的。对，我还挺想跟Gavin的，而且我们俩刚才也交流过，我们都对火车站挺感兴趣。那我们成全他吧。你请我途中火车站。但你们俩就是要不组队和火车站只能选其一。好。你是怎么想？有点暗流，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哦，天哪，这是什么？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完了。但是没有人想要火车站。我可以火车站。对，他这么想去火车站，那你把这个让给他，你跟他去南京东路。好吧，行吧。那你们4个商量一下吧。不是，那你们俩选呗。我跟小猪吧。但是我觉得你会把他带跑呀，因为你气场太强了。没有，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应该跟小猪哥一队的，对，锁死了，因为他比较稳。微皱眉。好，既然你这么想，那你跟毛毛我们去火车站，可以吗？好，可以吗？好，终于定好了。萌萌和那个新城，我觉得他们俩比较互补，一个内向，一个外向。李姐其实选的也不错。我很奇怪，老朱怎么就接受了老李？就是感觉好像大家一拨冷他就去了。我很期待这一组的搭配。我觉得戳戳是最开心的，就是达成所愿了。我喜欢戳戳这个劲儿，但戳戳值得，对啊，那我站出来说了呀。别人可能也这么想，但不敢。谁让你不说呢？
特别好奇啊，这群个性完全不同的年轻人在下一个任务的表现。接下来他们去到门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合伙吧少年，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吧。这里。打个门。你好，我们是新员工来报道的。你们是不是迟到了呀？2点上班，你们这个迟到3分钟了。不好意思啊。感觉他们没有很介意迟到这件事。然后这个就然后再。你们在后面嬉闹的动作，2位待我跟你讲过之后，希望可以杜绝掉。我就是各种青菜都不分的，这不是青椒香干肉丝吧？这是农家小炒肉，小炒黄牛肉。你这个不是酸汤鱼，不好意思。哦天哪，给学霸整不会了，观感很差。没了你，这快7点没了，你还不好，你咋这样呢？不好意思，要解决问题，不要光说不好意思。没时间，换3个人了，你知道换3个人了，对了。他应该赶紧过去看一眼，能帮上忙的赶紧去帮忙。你平时经常来这边取餐吗？我好怕他被揍。 10分钟。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现在还是戳。这里面捞渣了吗？这锅捞过了。你看这渣。我今天早上啊，你的表现来看，就是整个制作过程，还是有一点点瑕疵。我觉得不能说是完全是我错，但是这个结果呈现在这边。 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